河北牛人造出黑鸟侦察机，不仅有着3.2马赫的飞行速度，并且还能飞上2万米高空巡视侦察。消息一经发布，瞬间引起全球哗然。有国外知名军事专家曾公开发言，这项发明一旦投入到真实战场，必将重新书写现代战争教科书。那么这架侦察机到底长什么样？牛人又是如何发明出它的呢？牛人名叫沈本忠，是河北邯郸一位地道的农民，今年已经43岁的他，可是一位已经造出12架飞机的牛人。他先后造出了侦察、直升、歼灭等机型。听说最近他正打算研发新一代的战斗机型——鬼车17歼敌机。别看现在的老沈仪表堂堂、谈吐不凡，年轻时候的他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倔驴。为了自己心中那不切合实际的梦想，一度闹得妻离子散。不过也正是因为他那不懈的坚持，最终才打下如今这一份偌大的家业。从他6岁那年，父亲教他叠飞机那一刻起，沈本忠就有了一颗远大的飞行梦。他把自己所有的零花钱都用来买飞机模型，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遨游在蔚蓝的天空。可理想和现实之间往往隔着一个生活。长大后的沈本忠为了养家糊口，最终选择了汽车维修行业。他在家里的帮助下，和妻子一起经营了一家汽车修理厂，勤勤恳恳地干了10多年，也算稍微有了点积蓄。直到一次他去送妻子考驾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伙子，从而改变了他原本的生活轨迹。小伙名叫穗瑞浩，是一名飞行学校的学生，家庭条件优越的他从小对飞机也是格外的喜爱，因此在高中毕业后就被父亲送往了澳大利亚，在那里学习专业的飞行技术。两个志同道合的人碰到了一起，碰撞出了独属于飞行的火花。那天他们聊了很多，并互相加了联系方式。这次谈话逐渐变成了老沈的一桩心事，每每想起都会升起浓浓的羡慕之情。在羡慕的同时，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逐渐在老沈的脑海中形成了。有了想法的老沈慢慢的开始变得茶不思饭不想。妻子发觉他的异常后，以为他是生病了，开始催促他去找医生。自家人知自家事，自己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到底是因为什么？老沈心里那是一清二楚。为了不让这副状态持续下去，老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河北牛人造出黑鸟侦察机，不仅能飞上1万米高空进行隐蔽侦察，还搭载了众多超前黑科技，万军之中取人首级犹如探囊取物。那么这一款侦察机究竟长什么样呢？老沈做出的这个重大决定就是他要造飞机，要造一架很大很大的大飞机。他也要像宋瑞浩那样在未来的天空中遨游。在得知丈夫想法后的严佳慧表示了强烈反对。她虽然知道自己丈夫一直都有一个飞天梦，但那只是理想罢了，远远没有一个馒头一碗热汤来的实际。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中的压力早已迫使他们放弃了最初的梦想。现在丈夫要将重心放在那不切合实际的飞天梦上，她如何能不反对呢？见妻子的反对这么强烈，沈本忠赶紧改变了自己的说法。他表示自己会在不影响汽修厂的运作下去造飞机，只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过把发明瘾而已。见到丈夫这么说的严佳慧才勉强同意下来，让他去完成自己的飞天梦。见到妻子松口的沈本忠大松了一口气，转身便投入到了他那梦寐以求的飞行梦中。可造飞机的第一步就给了沈本忠一个大大的耳光。虽说自己这么多年以来都对飞机比较喜爱，可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第一步该干什么沈本忠都不知道，这让他有了一种狗咬刺猬无从下嘴的感觉。不知道没关系，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在网上查询就是了。自此沈本忠总算开始了他造飞机的第一步。每当有休息的空档时，沈本忠就会抱着手机坐在一边，专心致志地上网查询飞机的构造过程。在经过长达1年的笼统学习后，觉得自己已经初步掌握了飞机研发技术的沈本忠终于下定决心投入到了对飞机的研发当中。他将目光放在了拆下的汽车零件上。这些零件虽说已经报废，可它们的原材料无疑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在经过长达1年的精心研发后，沈本忠的第一架航天飞机维和17总算成功问世了。牛人造出武装飞行军团，不仅拥有侦察轰炸这一进攻机型，还具备了运输、加油等后勤机队。维和17是一款小型载人飞机，虽然外观看起来十分简陋，可这毕竟是老沈2年多的心血研发，因此对他老沈可谓是格外的喜爱。飞机之所以叫飞机，是因为它是能飞到天空的机器。为了验证自己这架飞机的飞行性能，沈本忠驾驶着他研发的维和17号开始了第一次的飞行测试。虽
以说，系统的学习过飞行的相关知识，可第一次要飞上蓝天的老沈还是显得有些慌张。在长达半个小时的起飞检查中，老沈逐渐平复了他忐忑的心情。根据自己先前所学的飞行技术，老沈缓缓地将维和17启动了。随着飞机的缓缓升天，老沈刚刚平复下来的忐忑心情又开始复发了。好在一切事物都在老沈的预想中有条不紊地进行，刚升起的忐忑心情也迅速被压制了下去。第一次飞天的老沈显得格外激动，驾驶着飞机在天空中开始了自由的翱翔。在经过长达15分钟的试飞测试后，老沈驾驶着维和17稳稳地落在了跑道上。飞机的落地证明了老沈研发的成功，自己这么长时间以来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酸，全部都得到了证实。老沈不由喜极而泣，维和17的成功研发使得老沈信心更足了。他在完善完维和17的各项性能后，又研发出了侦察、轰炸、运输这一系列飞机。随着飞机的研发越来越多，老沈在当地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许多飞行爱好者在得知老沈的飞行事迹后，纷纷赶往河北，希望老沈能帮他们完善自己的坐骑。老沈也因此成立了独属于自己的飞行机构，专门用来研发用于民间的小型飞机，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飞天大王。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各位观众对老沈造飞机的事迹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留言，咱们下期不见不散。